男人用淀粉制作出一种神奇的流体，他吃软不吃硬，就连子弹也打不穿。乔治认为沉重的保龄球可以砸穿它，而老二竟然请出了600斤的浩克铁拳。谁的工具能砸穿流体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老大的想法简单直接，他抱着工具爬到40米高的铁塔上，准备将这些工具一一丢下，加上高度的优势，重量也会翻倍。首先上场的是几十颗台球，老大瞄准目标，果断倒出。落地的台球偏离了方向，并没有砸中流体。第二个工具是100颗高尔夫球，一大桶小球倾巢而出，只有一半落在了流体上，粘在上面很难抠出来。这次实验的是20斤的大铁饼，沉甸甸的铁疙瘩力量很集中，嗖的一下从高空落下，迅速就被流体包围。软软的质地却有很强的吸附力，两个人合力才把铁饼拿出来。这种面团也太结实了。老大拿出了铁匠用的铁针，他可是生铁里面的硬汉，对付流体应该可行吧？虽然砸出一个窟窿，但是并没有砸穿，而且还陷在里面无法自拔。接下来老大要使出锋利的标枪了，只是眼神有些迷茫，连续扔了好几次，连流体的边边都没有碰到。老大热得满头大汗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乔治提议实心的保龄球或许可以，差一点就被流体吞噬了，肯定是高度不对。这次他扔得高一点，落地的时候砰的一声，随后就变成了软绵绵的流体。老二索性把保龄球拿到40米的铁塔上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去，重量也会翻上好几倍。保龄球被流体弹了出去，这是什么定律？看似普通的面团竟然有如此的承重力。三个大男人很不理解，只好请出了重达600斤的浩克铁拳，它的重力几乎可以毁灭任何东西，再加上高度的优势，重量也会翻上好几倍。老大自信满满，拉下开关，铁拳急速下降，砸在流体的中间直接消失了。是砸穿了流体，还是被他吃了？当拉起来查看时，连同下面的土壤也被带出，强大的威力竟然砸穿了流体。浩克铁拳还真是名不虚传，看来在强大的实力面前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对抗600斤的浩克铁拳呢？这是一把连雷神都害怕的巨型钢斧，它的威力可以轻易毁灭任何东西。老大认为重达1000斤的橡皮球可以扛住一击，而老二要用2吨的小汽车挑战它。谁的工具可以扛住巨斧的重击呢？老大抬来装满水的铁桶，加厚不锈钢材质，它能坚持几秒呢？水花飞溅，不锈钢水桶被拦腰斩断。老二的工具是木质的染料钢，几十年都没有用坏，它能扛住一击吗？巨斧缓缓落下，几十年的木头也被瓦解，连同外面的铁皮一起变成了废品。乔治买了10个结实的篮球，头层牛皮很有弹性，或许可以对抗巨斧。头层的牛皮一分为2，篮球也变成了乔治的帽子。老大找到一个废弃的灭火器，体积很大，可以以1抵10。再次启动开关，烟雾弥漫了整片空地，灭火器彻底报废。老二拿来一根实心的棒球棍，不堪一击，棒球棍牺牲的无所雕位。那3颗实心的保龄球呢？它的材质坚硬无比，当遇到巨斧就像巧克力豆一样，整齐划一的被切开一半。乔治买了一块巨型雪糕，漂亮的颜色，口感一定很好。当遇到巨斧会不会手下留情呢？还没来得及嗦上一口，大雪糕就变成了碎冰冰。别着急，雪糕不行就换冰箱。显然是他想多了，冰箱碎得更爽快，七零八落，卖破烂都没人要。老二的小汽车终于上场了，他能扛住巨斧吗？小汽车直接变成了废铁，拉去废品站还能挽回点损失。乔治拆下一个卡车的轮胎，结实的橡胶可以抵抗巨斧吗？只切开了一半的轮胎，看来一定的弹性还是会起到作用。那重达1000斤的橡皮球或许可行，它的弹力无法估量，仅仅一根就能让你屁股开花。很期待遇到巨斧会发生什么。巨斧瞬间切断了100层皮筋，但是很快就被弹开了。橡皮球金蝉脱壳，保留了里面完整的内心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放弃，再来一斧。橡皮球彻底牺牲，还没来得及弹跳就被切开了一半。这把巨斧连雷神都害怕，它的威力更是无法估量。难道就没有东西可以扛住一击吗？这是重达3吨的巨型钢锤，听说它可以轻易毁灭任何东西。老大要用火山上的黑曜石挑战它，而老二竟然找来了世界上最大的钉子。什么工具才能扛住这重重一锤呢？首先出场的是冰块中的巨无霸，大锤子从天而降，冰块瞬间变成了碎冰冰，连同卖冰块的小恐龙一起飞了出去。第二个工具是20瓶彩条喷雾，放在大锤子下面显得格外渺小。
结果意料之中，被砸得连渣都没有剩下。老大搬来一块古老的木桩，他劈了1年都没有劈开，不知道遇到大锤子会发生什么。木桩变成了无数根烧火棍，他终于可以做个普通的木头了。这次实验的是积木拼成的正方体，硬塑料积木也被砸得稀巴烂，数量1块也没有少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。乔治卸掉一个车轱辘，刚换的新轮胎能不能扛住一锤呢？一锤下去直接变形，轮胎伤心地离开了新主人。老二将一个铁质的木桶装满水，然后放在锤子下面，相互接触的瞬间，绿色的液体变成了水蒸气，浇灌了整片空地。接下来上场的是硬塑料立方体，它的硬度堪比铜墙铁壁，不知道能不能接住大锤子。再硬的塑料也被大锤子击碎，砸得连渣渣都不剩。这一次是20瓶剃须膏，尽管是铁瓶的材质，还是被大锤子无情摧毁。剃须膏雪花4溅，洒得到处都是。乔治准备了一把锋利的斧子，用锤子砸斧子会怎么样？当遇到3吨的压力时，手柄连同斧头一起被砸成了碎片。前所未见的大锤子破坏力不可估量，而重头戏还在后面呢。这一次老大准备了几十根球棍，特别结实。当大锤子缓缓降落时，几十根球棍几乎全军覆没，变成了一节一节的破烂。老二搬来一个大铁桶，在里面注满水，他要再看一次水花4溅的震撼场面。不负众望，这次的水花飞得更高，没有接触到地面，反而变成了漂亮的彩虹。这次的是4根金属钢管，大锤子急速降落，钢管弯的弯，飞的飞，完全不是对手。他们终于拿出了坚硬的黑曜石，它在火山上可以耐住高温，不知道遇到大锤子会怎样。坚硬的黑曜石4分5裂，变成了无数个黑色的小石头，它也没能扛住大锤子的重力。压轴的大钉子已经等不及了，把它放在锤子的正下方，会不会出现奇迹呢？一锤下去竟然砸偏了，没有关系，再来一次。钉子被锤直砸入地下，死得心服口服。3吨的大锤子破坏力十足，他们几乎找不到可以扛住的物品，难道就没有东西对抗它吗？小伙洗了200个盘子做实验，用什么工具才能全部砸碎呢？两兄弟搬空了家里的仓库，而乔治认为1颗石头就能搞定，谁能连续砸碎全部的盘子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老大迫不及待第一个先来，手拿着榔头旋转助力，用力过猛反而偏离了方向，只砸碎了13个盘子。老二拿了1颗硬土豆，他想都没想直接扔出，坚硬的土豆也能变成工具。老二砸碎了7个盘子，乔治找来1颗最大的保龄球，单手举起来就很困难，这么重的保龄球能砸碎多少个呢？保龄球滚动向前，接触到的盘子均已破碎，数了一下竟然有22个。老大这次的工具是一把扳手，他找好角度用力一扔，铁疙瘩扳手砸碎了20个盘子，成绩还算不错。老二拿来1台面包机，旋转起飞或许会出现奇迹。Come on！ 面包机砸碎了10个盘子，而且还没有损坏，意外收获让老二很满意。乔治准备了1颗实心的铁球，小小的体积倒有些分量，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？铁球的穿透力很集中，一下砸碎了18个盘子。乔治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，盘子虽然易碎，但是数量众多，想要全部砸碎非常困难。老二找到1颗透明的石头，目测很结实，当他用力扔出时，石头沿着边缘飞了出去，只砸碎了7个盘子。老大要用坚硬的椰子试一下，满怀期待地扔出去，却砸了个寂寞。这绝对不是椰子有问题。乔治这次的工具是一把斧子，他的方向感一直很好，斧子飞过盘子，轻松砸碎了24个。这次的成绩他并不满意，决定用透明的石头再来一次。这颗漂亮的石头注定不同凡响，一撸到底，石头完成了人生中的重大使命。乔治也如愿赢得了比赛。你觉得还有什么工具可以全部砸碎呢？